你好，我是獨活男子 Leslie， 歡迎收看我的日本生活記錄影片。我來到東北最大的城市仙台，在3天3夜的旅程中，除了必吃的牛舌和毛豆，還會發掘一些小眾的景點。走着走着，好像也能找到像是京都一樣的寧靜感受。想要知道我的仙台行程有什麼特別的嗎？那就跟着我的腳步一起出發吧。仙台之旅的第一站是山寺，其實這裡已經到了山形縣的範圍，但因為山寺有我非常喜歡的風景元素，加上坐 JR 只要1個小時就到了，所以就被安排在仙台之旅的第一站。一出山寺 JR 站，遠眺站立在岩石上的寺院建築，就會覺得山寺這個名號非常貼切，很想趕快爬到寺院的高處，好好欣賞開闊的風景。這顆石頭形狀怎麼有點像是愛心呢？山寺的本名是寶珠山立石寺，屬於天台宗寺院。因為坐落山間，而且到處是奇岩怪石，而有山寺的通稱。爬上登山口的台階，一下子就到了根本宗堂。據說這裡是日本最古老的山毛櫸木造建築，被指定為國家重要文化財。這裡有一個龜甲石，把錢放在對應的位置，然後就會祈求那個位置的健康。經過售票口，參拜的行程才算正式開始。這邊有個說法，就是爬山的過程就像修行一樣，每爬一階就會減少一點煩惱，然後到達最高的地方，煩惱就會全部消失。但我猜身體的煩惱可能就會開始越來越多，今天晚上應該會非常的酸痛。從山下到最高處的奧院共有1015段台階，不過沿途風景非常美。俳句詩人松尾芭蕉還在奧之細道中寫下"天籟閒寂，殘生入山岩"這一句形容山寺的知名詩句。彌陀洞是一個能量景點，據說如果能在岩壁上看到佛的姿態，就能獲得幸福。抬頭看人王門，五岳卻有烽紅陪襯，像是一幅不合時宜卻又讓人驚喜的畫作。穿過抵擋邪念的人王門，不知不覺已經快到山頂的位置。其實這樣慢慢的爬山，比我想象中輕鬆很多。霧氣都已經散開了，天空非常的藍，非常的漂亮。建在巨大岩石上的大弘那金堂，以雄偉的群山當作背景，是山寺最具代表性的畫面。我就是為了看看這個構圖，才決定要來爬山寺的。親眼所見，真的很值得。那金堂上方有一個像是深入山中的舞台。我來之前本來有準備一些風景的形容詞，但是到了之後，真的會被眼前的美景震撼到說不出話來。
到這裡，我終於知道為什麼會說爬上山勢會忘記煩惱了。當我看見眼前的美景，這一幕像是跳脫世俗的繁雜細微，心胸會變得很開闊，眼裡只剩壯闊的田園風光，根本就忘了煩惱是什麼。繼續往最深處的奧之院大佛殿前進，這裡是參拜的終點，也像是完成了修行。走到這裡就代表完成修行了。山寺建於860年，由天台宗持覺大師圓人創建，從平安時代流傳下來的信仰，成為修行的聖地，也為旅人從歷史、信仰和自然風光編織了豐富又難忘的美景。把山寺當作仙台行程的第一站是對的決定，因為這個時候的體力還很充足，攀爬的過程能很愜意地欣賞沿途的美景。離開之前，在小店品嘗山寺栗蒟蒻或是蕎麥麵，用味覺填補山寺的五感，以完美的體驗開啟仙台的旅程。從 JR 北仙台站走路約15分鐘，就會到低調的龍王寺。這裡幾乎沒有觀光客，能在仙台市區裡享受站裡熱鬧的寧靜。從山門向內延伸的參道被楓樹環抱，即使室外氣溫將近30度，這裡還是能感受到一點點微風的涼意。龍王寺是伊達持宗於1441年建造的曹洞宗寺院，中間經過多次遷移和火災。現在的正殿是1915年重建後的建築。正殿供奉木造釋迦如來坐像，據說是京都的佛教雕塑家以創新的技法雕塑而成的佛像。龍王寺最吸引我的是正殿後方的慈泉回遊式庭園，走進慈心的每一步，都會讓我聯想到京都那股平靜人心的氛圍。圍繞祠堂慢慢散步，每一步每一個角度都會有不同景深的構圖，變換讓人着迷的風景。參觀的時候已經初夏了，杜鵑花已經凋謝，接力演出的是浮在水面上的睡蓮。庭園裡有很多石燈籠，在日本其他地方都不曾見過的造型，為庭園增添一點點孤傲的迷人個性。庭園裡最醒目的是1981年建造的三重塔，為了紀念創始人逝世500年而建，裡面供奉釋迦如來坐像。茶室不定期開放，坐在裡面用平靜的視角，一定更能感受庭園的禪意與靜謐。日本的庭園有一種很高的評價，叫做一步一景。這裡的庭園，我覺得也有這種感覺，好多角度都很漂亮。這就代表造庭的時候，它是用很全面的去思考庭園的結構、動線、構圖。沿着龍王寺的庭園漫步，多變的視角和感受，
像是每一步都會遇見驚喜。離開倫王寺的時候，我很高興我在人氣景點和小眾風景中選擇了後者。有時候和大多數人走不一樣的路，雖然有點害怕，但正是這些內心的聲音，恐懼好像更容易變成真正的快樂。大崎八幡宮位在市區周圍，穿過巨大的鳥居拾級而上，就會看見幾棟桃山風格的古老建築。這裡是仙台藩的初代藩主伊達政宗下令建造的神社，用絢爛耀眼的建築風格，留下武士與信仰之間的故事。八幡宮祭祀的神明為應神天皇，他被武士視為戰神的代表。江戶時期著名的武將伊達政宗當然很重視八幡宮的建設，除了保留桃山風格的華麗裝飾，並將這裡作為守護仙台居民的總鎮守。本殿採用全線造的建築樣式，也就是複雜的屋頂結構，加入大量風格強烈的裝飾性工藝。1952年被指定為國寶。在這裡可以祈求開運、辟邪、招福和必勝。很多仙台的運動選手都會來這裡祈求勝利。正殿前方的長床是國家重要文化財，樸素的造型和華麗的正殿形成強烈的風格對比。這裡有一些散養的雞，它們完全不怕冷，更像是住民一樣在這裡從容地游走。這裡參拜的人流雖然沒有間斷，卻能保持平靜的氣氛，既能靜下心來和神明對話，也能專注欣賞建築的工藝細節。作為仙台的能量聖地，卻沒有因此而有過多的觀光人潮，這就是我喜歡大崎八幡宮的原因。像是帶有強烈的風格，卻選擇默默融入當地人的生活，沒有距離感的陪伴，卻是堅定的精神寄託。分享仙台一間人氣文青咖啡館，這裡的風格非常吸引我，所以3天之中我來了2次。早晨7點半開門，這個時候不用排隊，幾乎以包場的方式，獨享清晨的陽光與咖啡。如果要用吃飽的角度來看待這裡的餐點，這裡的早餐是滿足不了我的胃口的，但這裡濃郁的文青氣氛，卻能為我喚醒創作的靈感。空氣中流淌輕柔的音樂，富有生活痕跡的桌椅和書架，不太刻意的懷舊感，卻造就極度放鬆的愜意。無論是透過窄窗看向室外的街道，或是坐在角落欣賞屋裡的裝飾，都有種平凡卻讓人捨不得的美好。
仙台生活的朋友再來一次。夜晚昏黃的光線，卻讓青山文庫散發與白天不一樣的優雅。古典的品味在夜晚的光線下，化作時光倒流的和緩節奏。隨手翻開架上的書，或是與朋友暢聊仙台的趣事，在這裡的每一個片段，都像是日常一樣，微小卻能為旅程增添回憶。日本三景之一的松島就在仙台附近，作為出訪者，當然不能錯過這個經典的畫面了。加上我之前已經去過天橋立和岩島，這樣一來，我就集齊了日本三景。從仙台坐 JR 大約40分鐘就會到松島海岸，在這裡最經典的體驗方式就是坐船約50分鐘。近距離欣賞海面上特色各異的小島。也可以走到福浦島上，看着海浪拍打岩石的規律，放空一下。不過，松島實在是太熱門了，加上快速移動的觀光船與人潮，讓我很難靜下心來欣賞美景，反而很想趕快去旁邊的國寶瑞岩寺，透過厚重的歷史，平定被海潮挑動的浮躁心情。瑞岩寺創始於9世紀，經過幾次興衰循環，終於在仙台初代藩主伊達政宗的推動下，在1609年完成重建。本堂面向松島灣，像是用沉穩安定的力量，面對千變萬化的潮汐更迭。選用和歌山最高級的檜木和杉木建成，加上來自京都的頂級工匠技藝，保留了桃山時期的藝術風格。本堂被指定為國寶。一旁用作寺院居所的庫里也是國寶，雖然以實用性為主，但造型及工藝細節非常有特色。屋頂上的排煙口像是望樓，梁柱飾以唐草花紋，整體看似簡約卻極具獨特性。走進室內，裡面有很多壁畫及拉門會，不過只能對着室外的庭園拍攝。這些精彩的藝術品只好留給大家親自過來看看了。本堂正前方的白沙庭園，像是用大面的空白，提醒專注平靜的禪意。後方有間沒有開放的書院，青苔爬滿的綠意，是另一種讓心情平靜的力量。中庭又是另一種特色，多了造景的枯山水，像是把世界凝縮在方寸之間，從細微見到宇宙。瑞岩寺屬於臨濟宗寺院，講求透過靜坐冥想與自己內心對話。雖然本堂的參觀過程中無法隨時坐下來發呆，
但是看着這幾座庭園，加上室內的精美藝術，還有建築本身讓人安定的能量，很快就能轉換剛剛在觀光船上的浮躁心情，找到我最喜歡的旅行氛圍。走出瑞岩寺，附近的飛地小島上還有間五大堂，因供奉五大明王而得名。東北地區最古老的桃山風格建築，像是深入大海一樣，陪伴旅人一起欣賞松島的美景。位在松島核心觀光區的瑞岩寺，卻沒有海岸邊的人潮和吵雜，取而代之的是歷史的厚重身影下那股安定人心的力量。瑞岩寺旁邊還有一間更小眾，但是我更喜歡的寺院圓通院。一進寺院，像是和一牆之隔的街道形成一道結界，周圍瞬間就安靜了下來。酷山水庭園中有雜花的設計，還蠻少見。左手邊的雲外天地之庭，用白紗重現松島灣的意象，而上面閃落的石塊象徵七福神，再現了真實存在的島嶼。光是入口這一區，就讓我停留了好久。霧山水的每個角度都能激起想象，雖然我很不想這麼說，但這裡真的有讓我一秒回到京都的錯覺。走進中央的竹門，就會看見正殿大悲亭，1647年移築此地的茅草屋頂建築，裡面供奉本尊聖觀世音菩薩坐像。坐在茅草屋頂下，看着前面的新至慈庭園發呆，布滿禪意般的靜謐氣氛，既優雅又讓人覺得平靜。圍繞池塘的多樣植栽會隨着季節變換顏色，不過眼前各種層次的綠色，就是夏天最舒服的顏色。這個庭園由明照庭師小堀遠州設計，有350年的悠久歷史。走在其中，卻仍然能感受新綠帶來的活力。境內深處是建於1646年的三會殿，裡面有個供奉伊達光宗的宮殿型廚子。這一區被杉樹林包圍，地上爬滿青苔，醞釀出遠離世俗的禪意氣氛。角落有個顯得格格不入的玫瑰庭園，其實是當時的時空背景下，結合了佛教和基督教的巴洛克風格庭園。三會殿裡的廚子上有玫瑰花的紋飾，就是記錄了當時和洋文化衝撞下的印記。圓通院雖然沒有旁邊的國寶瑞岩寺來的名氣大，卻因此保持了人少清幽的參觀環境。在這裡走一圈，我甚至忘了外面就是熱鬧的松島觀光區，回歸到最自在的旅人心情。
從 JR 本鹽府站走路約15分鐘就會到四城山，這裡是智波彥神社和延照神社的全國總本社。這裡的路燈竟然會唱歌。爬上要抬頭才看得到盡頭的台階，兩旁盡是高大的杉木，為神社增添神秘的色彩。延照神社的主祭神是鹽土老翁神，是制鹽和航海的守護神。神社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平安時代之前，但因為這裡和伊勢神宮一樣，有個週期性重建和遷址的儀式，所以境內感覺還很新。本殿前有幾個銅鐵燈籠，上面還有複雜的雕刻，據說超過200年的歷史，精美的程度讓人佩服當年的制作技藝。走過東神門，會到智波彥神社。智波彥神被尊奉為國家發展及農業、工業和商業之神，和現代人的生活幾乎息息相關。神社前有個角度可以遠眺鹽府灣，像是站在高處的神明，保佑着每艘來往的船隻。社務所前還有個修剪精緻的庭園，與遠處的鹽府街景和大海共譜成一首寧靜和諧的夏日戀曲。看另一面比較平整，應該就是原本就是這樣設計的。那這一個真的是非常罕見的燈。智波彥神社、延照神社境內很安靜，很適合放慢腳步，像當地居民一樣，以日常的節奏來感受神聖的力量。港灣的海風與古老的歷史，像是貼近日常卻又佔領喧囂，平靜的像是夏日青春的午後，盡享這一份慵懶。我工作的時候，很喜歡和一些低調但是很有實力的人做朋友。他們在人群中也許不太醒目，卻能帶給周圍的同事一股安定的能量。我覺得這種喜好也影響了我在旅行時尋找景點的偏好，有點內涵卻又不太引人注目，反而讓我很想靠近。位在仙台市中心的晚翠草堂就有這種特質。晚翠草堂是仙台第一位榮譽市民土井晚翠的故居，他是著名詩人兼英國文學學者。室內還展示了他的作品和生平事跡。木構的建築保留了生活的痕跡，即使窗框外就是熱鬧的大街，屋裡仍是那股讓人心安的平靜。走進小小的庭園，老屋周圍出現稀疏的蟬鳴，好像回到小時候的夏天。
在復古的情懷中找到小小的童趣。其實晚翠草堂面積很小，室外的庭園也沒有太過複雜的造景，但就是這種在熱鬧市區中的寧靜反差，很適合 I 人在這裡放空思緒，享受不被打擾的 me time 時光。我很喜歡用全局的視角欣賞一座城市，而仙台車站旁邊就有一個免費的高空展望台，能滿足我的小小喜好。從星巴克旁邊這邊進來，坐電梯去31樓。坐電梯直達31樓，這裡分成東西2個區域。不過一出電梯，我就被旁邊大面玻璃的視野給吸引了。這裡面向北邊，連遠處的仙台大觀音都看得很清楚。東面展望台的視野比較開闊，看着駛向北方山裡的新幹線。繁忙的日常簡化為時間流逝的弧線，和高處的抽離視角，形成忙碌當局者和悠哉旁觀者的反差。西邊的視角有不少旅遊書推薦的景點，像是仙台城跡和瑞鳳殿，都是我這趟行程取捨後的遺珠，只好用遙望的方式，為下次的二訪當作預習。AER 展望台其實是我離開仙台前的最後一個景點，用一種抽離的全局視角向這座城市說再見，好像發現了更多想去而沒去的遺憾。只好化成下次再出發的動力了。仙台有3大必吃美食：牛舌、毛豆和魚板。3天之中，我就吃了4餐牛舌。分享一下我的感想。這4間牛舌餐廳分別是司、格、伊達的牛舌和善治郎。第一家司，它的調味我最喜歡，不會過鹹，又能保持牛舌本身的肉味。另外，它的推薦小菜有點像是台菜的做法，切成薄片的牛舌炒過之後，還能保持軟嫩的口感。同樣不會過鹹的調味，我非常喜歡。第二家格。這裡和其他牛舌店不太一樣的是分量，別家說4枚通常會有8片，但這裡4枚就是4片。因為切得比較厚，我認為它的強項就表現在烤制的火候掌控，均勻地保持整塊牛舌的軟嫩。另外，配着大量蔥花的半生牛舌也很好吃，擠上檸檬後降低油膩的感覺，鮮嫩的口感一下子就打開了胃口。第3家伊達的牛舌，我選擇了最高級的牛舌部位，因此價格也最貴。是不是一定要選最好的部位呢？吃完這家後，我的答案是看個人喜好，我不做建議。因為太過軟嫩，我很多時候其實是咬不斷牛舌的，或是要在嘴裡咀嚼很久才吞得下去。對我這種牙口不太好的人來說，有點吃力。但如果你是追求頂級軟嫩口感的人，也許還是值得試一試的。第4家是善治郎，
除了用餐環境和服務很好，它不像前面3家都有一個各自很明顯的強項，而是調味、火候、口感各項都在均線之上。如果剛到仙台，我反而推薦先吃善治郎，之後再去試試其他特色比較鮮明的餐廳，這樣每一家的口味會有更明顯的差異感受。雖然我住在仙台的友人說葛是當地人的排名第一，但以我個人的口味偏好來說，師才是我心中的第一。但這些都是很個人的看法，不能算是客觀的推薦，就請大家親自來仙台，好好品嘗每家牛舌各自的精彩咯。另外，車站裡的毛豆奶昔，還有商店街裡的魚板葫蘆燒也不能錯過。店家資訊我放在文字說明欄裡，有路過也可以試試看。這次雖然是我第一次到仙台，但我大膽地捨去了旅遊書推薦的必須景點，而是根據自己的喜好，挑選了兼具美感和寧靜氣氛的小眾風景。不過，仙台3大必吃美食的牛舌、毛豆和魚板，我倒是一樣都沒錯過。這樣的行程安排，既能貼近大眾標準的飲食口味，又能兼顧我的小眾風景偏好，反而讓我對仙台印象深刻，為下一次的旅程埋下很多新的想法。作為仙台，甚至是整個東北的新手旅人，我還有好多等待體驗的風景。有哪些風景是你非常推薦的呢？留言跟我說，這次讓我跟着大家的腳步，一起去見識日本多變的風景。最後預告一下，我正在將這次的東北行程整理成一份旅行筆記電子書，除了記錄影片中出現的景點資訊，還會整理吃住交通等自由行必要的資訊，預計7月上線分享，敬請期待嘍。Never find this anywhere.